自从杨建平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当着上万观众的面暴揍美国冠军，将其打得狗血淋头之后，美国官方觉得丢了面子又丢了里子，就一直怀恨在心，想把面子找回来。于是花重金请来了黑市拳王，此人就是凶狠至极的鲁尔德斯。他对自己的实力相当自信，毕竟是地下拳王，凭借着不要命的打法称霸拳坛。此战来华点名要打杨建平，言行举止中都是瞧不起杨建平的嘴脸，而杨建平对此没有过多的回应，只有一个态度，那就是跟对手硬刚到底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白色短裤的就是杨建平。杨建平的目的很明确，上来就是抱摔。虽然杨建平的身形上不占太多优势，但他的绝对力量却很强，在地面上的压制能力很强。对方还在不断的尝试起桥，但挣脱不了杨建平的控制。第一次这个比赛，对。我们看的这个红方呢，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自由搏击的，特别的聪明。我抱着你的队，缠到你身上，贴着你，粘到你身上，不让你击打我。我们这个规则呢是打3局，每局是5分钟，这和我们自由搏击这个规则。杨建平现在骑乘的把位很深，并且不断的地面砸拳，这就让对手非常被动了。不过下方的选手也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不断的转变身位，不想承受杨建平致命的地面砸击。现在杨建平已经完全占据到了比赛的主动权，不得不说杨建平的地面技术确实很强，这得益于他强悍的压制能力。杨建平的绝对力量很强，一旦将对手控制在地面上，就绝不可能轻易的让对手起身。场上形势变化，从职业到反职业，明年呢可以看得到这个国际认证资格的场裁判。今天让我们观众也大开眼界了，哈哈。如果说这种 MMA 的比赛，电竞的观众朋友可能觉得杨建平再次拿到了骑乘的把位，首回合也进行很长时间了，杨建平一直没让对手挣脱控制，在下方承受着砸拳的动作。随着比赛的深入，杨建平的打击已经给对手造成不小的影响，而对手能做的只有抱头防守。不过他依旧被杨建平的重拳见缝插针的命中，状态也被消耗很多，但他也一直没有起身的机会。杨建平的体能实在太恐怖了，对手很长时间都被控制，大多想解脱都很难很难。这是利用这种锁进对方的这个头部，也是在给他们叫窒息技术。但是我们看到肯尼亚的这个伦纳德，他不服输。最终杨建平将对手降服，打得实在太精彩了。接下来这场比赛就是杨建平职业生涯非常经典的一战，对手名叫凯文·米歇尔，杨建平上来的攻势依旧很猛，重拳重腿的打击对手，那一脚直接将对手踹翻在地。随即杨建平赶紧上前压制，对方在地面上也不断的蹬腿，不想让杨建平给控制了，但杨建平总能找到合适的机会打击对手。今年的美国 MMA 比赛当中，对，站起来可以砸对手。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杨建平的教练这个江华说：“让我这不罚，因为你占据场。”双方首回合一直在地面上纠缠，对手也紧紧缠抱杨建平的脖子，不想让杨建平有太多砸拳的动作。但杨建平的地面技术已经很娴熟了，即便对手防守很严谨，但杨建平的打击很精准，让美国选手非常被动。这场比赛是在美国客场举行的，场下大多都是美国观众，但他们现在看着美国冠军被杨建平死死压制，都陷入到了沉默。给对方喘息段。对，练散打。离开陕西散打队之后，又练习这个自由搏击，获得了这个世界自由搏击的冠军。这时候他又改练。第二回合一开始，杨建平还是扫腿攻势，再次将对手扫倒在地，并且上前凶狠的对面砸击。在地面上，杨建平有着绝对的统治力，而对手站立上的技术很强，还曾经获得过自由搏击的冠军，所以杨建平就执着的跟对手打地面，效果也非常明显，将对手压制的没有喘息的时间。上回合就非常被动，现在也只能被压制。防守的难度要更大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凯文·米歇尔的这个左侧，今天这个杨建平怎么打怎么有，因为杨建平他技术太全面了。这回合也进行很长时间了，对手在下方不断的挣扎，但都一直没能挣脱控制，并且在他挣扎的过程中也消耗了他不少的体能。按照这样的节奏打下去，杨建平赢下比赛就是时间问题，因为现在对手没有跟杨建平抗衡的能力，想反杀杨建平几乎不可能。杨建平的重拳砸在对手脸上，也给对手造成不小的影响，脸上都有明显的红肿。现在杨建平要给凯文·米歇尔采用这种站立技。哇，我们看到凯文·米歇尔，看看，
现在对手刚在站立上没多长时间，就再次被杨建平按在地面上，对方还是死死缠抱杨建平。他一旦松开这个把位，迎接他的就是雨点般的砸击。现在杨建平也在尝试挣脱对手的纠缠，这时候就是力量上的僵持。在双方纠缠的过程中，对手脸上的伤势更加严重了，已经开始出血。我看他们那几场比赛都是在前2个节目上都漂亮，用那个柔术的技术来让对方认输，那家更加的精彩，更加的好看。最终还是杨建平大获全胜，在地面上让对手吃尽苦头，脸上都是伤势。大家觉得杨建平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